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给你们看看你们想看的一样东西。这是一个玻璃瓶啊，大家应该知道我要干什么了吧？没错，就是给你们拍一期开封青梅酒的视频。那就是这个啊。很多人呢在我的评论区一直在给我说，二姐赶紧开酒了，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好，确实啊，我们的酒呢其实是越久越好，但是因着大家的一个号召啊，就赶紧把这个酒给你们开了，大家快来看看。这3种全是5月12号制作的，这一个呢是用米酒泡制的青梅酒，那这个呢就是度数稍稍高一点的江津老白干泡的，那这个呢就是用我们的糖去打的这样一个青梅露啊，它的口感呢是酸酸甜甜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把它打开进行一个尝试，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口感。好，给你们看看。妹妹已经迫不及待的在旁边赶紧的把这个瓶子给我洗上，她好准备分酒。烤箱开的100度烘干功能，如果你们家里面就是说直接是上下炉，也可以直接开100度，但是这个瓶子呢一定是要可以经过高温烘烤的，不然它会爆炸。打开看看。哇，好香啊！就是里面的一个酒香味呢，没有那么的刺鼻，也没有那么的浓郁，它是有一点淡淡的梅子的苦味。那很简单的说，就是你们小时候爱吃的那个话梅，或者是那种杨梅那种感觉哈，那种香气。我觉得对于我们小年轻人来说，是比较喜欢的。好，那我们就看下一个。这个酒呢是用的一个高度数的啊，是江津老白干，然后它的一个味道呢是有一股很香的酒气，但是呢没有我们刚刚加进去时那个酒味那么浓郁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酒应该来说也是比较喜欢的，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梅子已经看皱皱的啊。小很多了，我们刚泡的时候很大一颗，现在已经皱皱的，应该是把里面的一些肉的精华已经把它吸出来了，应该很香很香。好，看下一个。好，这个呢我就不说了，因为在中途的时候这个青梅露就已经被我尝了好多次了，因为我很好奇为什么它的这个梅子会这么的小，比刚刚这个小很多，给你们看。小好多这个就是糖全部腌制的，而且它的一个口感呢确实没有想到青梅怎么这么酸，它糖和青梅综合起来呢就会没有那么的甜那吃起来的话是非常可口的，酸甜可口的，可以加一点点水。那我们就把它倒出来，待会儿要用的所有东西呢，我们就要用酒精消过毒，或者是用开水烫一下。现在我们就把酒倒出来，哇，这么大一盆！好，把这个酒倒出来。嘿，感觉这个只能装一瓶。突然感觉空了，泡了半年的酒就没了，好失落。现在呢，来看一下我们全部把它倒出来了。你们现在能够猜得到哪一杯是什么酒吗？给你们3秒钟的时间，3、2、1。好，现在来揭晓答案。这一杯呢，就是我们用米酒，也就是29.5度的酒去泡的青梅酒。好，一会儿来尝一尝。好，这一个呢。大家可以看看颜色可能会稍稍偏深一点点，但可能你们看不怎么出来。那它这个酒呢，就是我们用的高度酒江津老白干泡的那样的青梅酒，这个就不说了它是一个青梅露你看它的一个浓度呢会大一些，给你们尝一尝，就不干杯了，可能我就要醉了哇，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喝这个酒啊，这个酒酸甜可口，并且它的一个酒味不是特别浓，我觉得比较适合我，因为我真的不爱喝酒。好，尝一下下面一个，想想这个高度酒少来一点，有热。你还别说，这个高度酒泡出来，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重的一个酒味儿，刺激性也不强，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啊，这个口感也是我意想不到的啊。第3个呢就不用说了啊，之前就尝过了，酸酸甜甜的，可以拿来兑水喝，非常好喝。现在呢，我们就把它分装出来。送礼呀，这还不够啊，这还有啊。总的来说呢，这一个青梅酒我还是比较喜欢它的口感呢，是入口比较绵密，刺激性小，酒的香甘醇也是非常的好啊，也是我比较喜欢的。那得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明年我们再会制作这样的一个酒，可能量会大一些，但是呢，我发现这次这一个酒呢会有一些酸，像很多朋友们或者是长辈们，可能这个酸味儿大家都是不太喜欢，那你可以再多加一点冰糖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啊，大家在这一期视频看到我们酿制的这样的一个酒得到了2姐的一个好评，那你们明年也要试一试这样一个好喝，而且你看送朋友送家人也有面子这样的一个酒了。好，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拜拜。